这才是赵心童英锦赛夺冠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被超9分的希金斯丝毫没有收手的打算，因为台面的球形的确值得他殊死一搏。此时下方散落的红球每一颗都能叫到高分彩球，而上方的这颗红球只要合理利用，做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对职业球员来说根本不是难事。这是2021年斯诺克英锦赛正赛第3轮，老将希金斯遭遇本赛季的小黑马赵心童。经常看球的都知道，两人的打法大相径庭。老张是喜欢拿防守做文章的球员，而赵心童则是以准度开道。当你用密不透风的防守把他逼到死胡同时，他总能用百步穿杨的准度杀出一条血路。然而今天这块骨头的确很硬，希金斯老当益壮不减当年，硬是用铁桶般的围追堵截，把赵心童逼到狂咬后槽牙。17. .在离开赛场走人的。24. 25. 4套红球顺利收下，终于来到本局最炸街的高燃反杀名场面。预球后面肯定是最好的位置，是不是应该留什么角度 As quietly as possible, please, thank you. 不好？走多了，对，尽量做一个平行的位置。32. 对，哪怕放在线上啊，都有机会去塞一下。旁边的球台已经来到了时间休息啊。沙利文的进球成功率是90%。打走红球，母球一库横抬，走到咖啡球上方，抬手就是一杆穷凶极恶的变态斯诺克。而红球的走位更加凶险，只要解球出现失误，很容易被判罚自由球。9分的超分优势在这杆球下吹弹可破。是考虑是一库还是2库？对，你碰黑之后也变一杆自由，也变一杆斯诺克。如果划过来，还有可能给自由球。没有问题，赵心童的解球也很大胆，这种角度一库便轻松化解，而红球的落点还算安全。可偏偏就是这种看似没有任何机会的角度交到老张手里，他却用画龙点睛的一杆告诉世人斯诺克真正的魅力所在。这防守也太真是变态！完美的角度加上精确的力度，打造了这杆神来之笔。这杆斯诺克一库线路被封死，只能选择更难的2库或者3库。可是角度一旦出现偏差，后果将不堪设想。更多的难度也是节点，但是现在上底库好像没什么机会，会不会碰黑？真是倒霉！赵心童这杆角度不对，直接解到黑球被罚7分，而且红球漏了手摆位，打进就能连接黑球。现在只被超了2分，完全可以尝试利用彩球继续做斯诺克。赵心童还超2分，对，这一杆斯诺克的事儿。走一粉。老张这杆力度不够，粉球角度偏直，陡然增加了下一杆的校位难度。也没事儿，没事儿，反正就是一杆斯诺克的问题。我感觉上还是较黑妥一点吧。心思上来这2杆防守确实太吓人了。John Higgins 7. 真是毫不手软，顶级球员的布局思路真是不服不行。不仅母球控制的精准无误，目标球同样无懈可击，哪怕是多库走位能轻松解到，可是解到后依旧难逃被连坐的风险。赵心童很显然提前洞察了局势，干脆冒点风险选择扎杆来解，但是他明显小看了这杆斯诺克的威胁，扎杆的角度不够，碰到粉球被罚6分，超分优势荡然无存，
更要命的是，还附赠老张一杆自由球机会。可是老张接下来的举动才真是令人心服口服。这个位置，给自由球。对。裁判也是基本上没看就直接判了。Pick ball. 好球！这杆未雨绸缪，堪称经典。不仅盘活粉球，而且还利用篮球的遮挡，顺手又是一杆斯诺克。虽然解球的难度不大，但是压力绝对有保障。只要赵心童解球漏机会，这种局面绝对能一杆抬走。把粉球要活。没有问题，两库轻松解到。可是黄球漏了中带，虽然进球角度狭窄，但是老张这杆肯定会拼。这球不能攻吧？绿球好像是不好叫。好球，中带稳稳收下，顺利走位叫到绿球。可是这杆依旧很难。这中带多难啊，还得带叫位，真是真敢打。没有问题，关键绿球收下，台面已经没有难点。真是9. 看粉球这个位置也是希金斯布局布到这儿的，看一下刹车一步起来要停得住，没问题。14. 最终老张清完所有彩球，被超9分的情况下实现逆风翻盘。不过在下半场，赵心童还是凭借犀利的准度6比5淘汰了希金斯，并且在决赛上战胜布雷切尔，拿到职业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27 in the frame. 克鲁斯堡这次彻底嗨翻了，一夜之间，赵心童用恐怖的天赋再次刷新球迷对斯诺克全新的上限。眼下小分22比17，雷佩凡抬手就是一杆沉底防守。此时台面的红球四下漏风，防守已然成为令人咬牙切齿的攻坚战，因为无论怎么防，势必都会露出破绽。也许此刻所有人都在帮着赵心童苦寻破局之道，可是谁也不曾想到，普通人绞尽脑汁编写的程序，无论怎样也打不开天选之子的文件夹。于是本局最炸裂的一杆无解进攻，终于顶着漫天的掌声席卷而来。真是不讲道理，这个角度的中带，恐怕别人看都不会看一眼。可是，在他眼里，简直跟带口球没区别。然而，这才只是本局比赛高燃炸街的冰山一角，更加颠覆三观的变态操作还在后面。8. 9. 黑球打进，母球借助强敌感千里奔袭，直奔上半区。可惜最终的落点却不尽人意，右边中带大角度，左边顶带线路被封，又是一杆极限准度的挑战。此时导播再次给出回放，充分肯定了这杆变态进攻。说句实话，这杆的确能进年度10佳球，没有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能进攻不许防守，但是两人今天赛场上谁先防守谁小狗的无形约定，确实打出了年轻人该有的血性。真是可惜，黑球角度太直，高杆一库的母球落位又是一道难题。虽然眼下红球有连接，可下一杆的彩球非常棘手。不过逆境之下必出经典，赵心童还从来没令大家失望过。没有问题，该来的终归还是如期而至。虽然母球的位置已是极限，但眼前这颗黑球足以难倒职业赛场众多英雄好汉。但火力值拉满的赵心童怎么能在关键时刻哑了火？这杆母球大范围的走位力量差了毫厘，无奈强大的火力只能被降服。然而谁也不曾想到，高光时刻只是暂停，新一轮铺天盖地的炸街场面已经严阵以待。
赵心东 32. 雷佩凡这杆防守看似很严谨，至少他的认知这个落点还算安全。可是，在赵心童眼里，只要看得见，就没有不拼的道理。一杆非常规的极限中带再次令人欲罢不能，眼下超分在即，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下方2颗贴库球，每一颗都是难如登天。好球，很经典的一杆打带 K， 虽然只刮到一点薄边，但是这带出的0.1厘米对赵心童而言已经受用不尽。真是逆天，贴库球依旧手到擒来，而且母球带着走位直接叫到黑球底带，眼下库边还有一颗红球，仍是掐死比赛的关键。因为领先不大，作为落后方雷佩凡肯定不会轻易认输。14. 漂亮！此时此刻，所有华丽的词汇基本无用，因为不把对手彻底降服，进攻恐怕永远不会停止。没有问题，黑球爆杆打进，克鲁斯堡被彻底点燃，而主宰这一切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外卡球员赵心童，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凭借强大的火力覆盖，续写斯诺克赛场新的篇章。27. 31. 31 and a frame。 还记得丁俊晖这杆一刀把自己砸笑的世纪乌龙吗？黑球爆杆打进，强力的低杆导致母球径直奔向绿球与库边的缝隙，这尴尬的一幕顿时引起全场球迷的怨声载道。此时丁俊晖站在台前满腹经纶，险些爆出国粹。由于这杆斯诺克太过残忍，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导播及时再来补上一刀。反观这杆斯诺克，顶库没有解球线路，左边被绿球挡死，只能从底库绕台寻找出路。可是角度大，距离远，想要解到不漏球，基本上是痴心妄想。这是2013年 PTC 总决赛抢4的比赛，罗伯逊已经率先拿到赛点。然而续命局的丁俊晖在关键时刻却打出这样一个滑稽的效果，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可是斯诺克职业赛场往往剧情的走向多坎坷，不到最后时刻任谁也不敢轻易下结论。于是，一场斯诺克加反斯诺克的极致视觉盛宴终于迎着球迷们漫天的掌声与尖叫席卷而来。真炸裂！解铃还须系铃人，清晰的线路加精准的力度以及好到爆棚的运气，书写了这杆神来之笔。球迷们此时疯狂的叫嚣，差点掀翻整座球馆。而这杆解球后的效果更无需做出任何评价。丁俊晖这浮光掠影的强颜欢笑，绝对是最好的答案。精彩！罗伯这杆解球同样是无懈可击，脸上自信的笑容不禁流露出一丝侥幸与庆幸。虽然球迷们的掌声与尖叫同样很过分，但不得不说这杆解球确实很到位，而这杆反斯诺克来的也很及时，成功令他夺回先手主动。只要丁俊晖这杆解球出现失误，大概率会付出被送回老家的代价。
丁俊晖这杆确实狠，不把全场球迷的喉咙撕破是不为人。这杆不仅成功解道，而且再次利用绿球反做一杆更加刁钻变态的斯诺克。人家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是杆斯诺克以命相克。估计罗伯逊此时的两排凶白牙就差刻上4个字：奇痒难耐。很遗憾，罗伯这杆解球漏了机会。不过绿球跟咖啡球的连接仍然是遏制丁俊晖的难点。这时的丁俊晖准度给力，黄球稳稳收下，叫到绿球，但是需要架杆辅助，又是一杆准度的考验。好球！通过准度和细腻的走位，把每颗球都简化到极致。眼下这颗咖啡是制胜的关键，只要打进，罗伯逊恐怕再也无力回天。没有问题，难度球毫不畏惧，出杆质量确实无可挑剔。罗伯此刻大势已去，最终丁俊晖拿下本局比赛，并在双赛点淘汰罗伯逊，拿到冠军奖杯。